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又请到了僻峻保德信的基金经理人陈顺金、陈协理。那我们请那个陈协理自我介绍一下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僻峻保德信大中华经理人陈顺金，今天很高兴来到589操盘笔记，为各位介绍一下投资的心得跟想法。OK， 继前2个礼拜我们介绍经济指标呢，那我们今天介绍经济指标，大家一定会非常有兴趣，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讲通膨。OK，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哈，讲到通膨，大家都很有感觉哈。那投资人就来信问啦，他说报章媒体都在说通膨，身边的朋友也说通膨，可是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做高通膨，什么叫做低通膨？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呢？当然有啦。其实呢，在我们这边看到通膨来看的话，其实就是最主要看2个东西，一个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叫做 CPI， 一个是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，这是大家在看通膨最常看到的2个就是观察的重点。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看 CPI 为主。那我们去哪里去查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，还有您刚提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呢？其实主计处呢，它也是每一个月呢都会公布整个 CPI 或者是核心 CPI 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图卡中看到说整个 CPI 的数字来看的话，台湾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那基本上来看呢，只要是一个温和的变动，像是在108年跟109年来看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说整个台湾的 CPI 其实都很温和，都在正负，都在2% 之内，甚至在109年的时候，它基本上还有在负的一个状况，表示说这一段期间其实你不太需要担心物价状况哦。那特别是说呢，因为台湾没有什么原物料，其实如果物价是一个比较温和或者比较低的状况，代表厂商呢在进口这边一个原物料来，它可以享受一个所谓一个低物价的状况，其实对于大部分台湾的公司或企业来看是比较有帮助的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从110年或者是到117年来看的话，物价就是已经慢慢的一个走升了，甚至到了今年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 CPI 已经超过3%，核心 CPI 也是接近到3%左右的一个情况了。所以其实最近台湾的物价其实是上不多的，跟过去2年相比来看的话，大家看到这个图表就会蛮有感觉的。那这个原物料的部分呢？对，我们刚刚有讲到说，其实因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原物料的一个进口国，那在108年跟109年的时候呢，因为原物料价格没有做什么上涨，所以呢大家没有对于物价的上涨压力或通膨就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知道说，在过去包括一些疫情或者是俄乌战争影响，包括像是原油啦，或者是农作物、天然气或者是矿物，其实产品价格都是上来的。那我们看他们怎么去影响台湾的物价呢？像原油来看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跟柴油价格都会做上涨，因为在台湾可能还有做一些价格的管控跟调整，所以呢涨幅呢就相对好一点。那农作物来看呢，因为可能像是俄罗斯或乌克兰都是农作物的生产大国，玉米、小麦，它呢就会影响到大家食物的一个价格，因为很多像是麦片啦、这些面粉啦，都是影响到，甚至有一些呢像是玉米做一些生质燃料，它也会影响到石油的一个价格。那天然气呢，在战争中也是价格上涨很多了。大家可能也知道说，像是天然气呢，它是生产肥料需要一些电力，它是从天然气来的，所以它也会受到影响。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说，在上游的我们所谓上游的，包括像是原料啦、原油啦，或者是农作物、天然气或矿物的价格影响来看的话呢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衣住行各个产品哦。就是说难怪，就是因为这些上游原料飙涨，才会让我们下游这个地方，包括食物类，它的涨幅就会相对比较惊人了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可能大家在过去2年有发现说，大家巷口的水煎包忽然涨价涨了很多，就是说因为它的上游的大麦啦这边做涨价，逼得它也要把大家巷口卖的水煎包价格也要上涨。对民众一般是对于那个物价的那个敏感度是最强的。那像在2023年我们现在才上半年才第1季都还没过完嘛那台湾的物价来讲的话，今年初开始上涨，最主要项目又是哪些呢？好的，我们也可以来看主计处这边的公布。我们刚刚讲到说，
在今年来看的话，台湾的物价大概是上涨了3%哦。那我们以3%作为基础画一个线，就可以看到说涨得比较多的都是大家生活上最有感的。第一个就是食物嘛，现在这样在讲蛋荒，其实这个就可以反映在大家也可以看到，那其实不只是鸡蛋，像是高丽菜啦，或者是鲑鱼啦，其实涨的幅度都很多。那其实很多庶民的小吃哦，像刚刚讲到的可能水煎包啦，或者是大家看到的便当啦、卤肉饭啦、炒面啦、小笼包，其实主计处都有统计这些，它其实涨幅都是比我们看到 CPI 才会来得高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有感，因为大家吃的东西，其实涨价很多。而且我们食物上吃的，我都觉得涨幅好像不止5%，好像更多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像是鸡蛋可能涨幅都已经超过10几20% 了。那其实，在主计处的统计来看的话呢，高丽菜还涨幅超过了50%。高丽菜哦。对对对。那另外一个涨幅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娱乐教养娱乐业。那我想最近解封，大家要开始出国，这个娱乐的涨幅可能就非常的有感了。像是最近大家很多人都想出国玩哦，那机票可能就比疫情前更上涨了，可能接近了50%或1倍都有哦。那这个也反映在我们的 CPI 上面来看，所以这2个是大家应该是最有感觉的一个项目。就是说在今年初以来涨幅相对是比较多的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去来看一下，就是说，那既然全球跟台湾都在面临通膨，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？好啊，我们先来看整个台湾的状况哦。那其实去年来看的话，台湾的 CPI 就是通膨大概接近快3%，那其实是比像是欧元区、美国这边来的好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像欧元区跟美国，它其实都已经超过8%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，我们大概食物啦，或者是娱乐啦，然后上涨蛮多，其实很痛苦。那其实，在欧洲啦，或者是美国，他们在能源的价格，就是他们石油啦、天然气的价格，其实涨幅是比台湾更多的，所以他们这边就有更有的感觉哦。当然就是像是台湾，或者是像是中国或者香港，因为他们在价格管制上更多，所以他们的涨幅就不是那么的明显。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就算是日本，我想过去可能日本大家印象的是通缩，其实它在这一波来看的话，物价也是有在上涨的，其实涨幅也是不小的状况，所以大家都是面临一个通膨的一个状况。那大家可能就可以想说，在通膨的环境中来看的话，其实物价上涨的过程来看的话，大家要去找可以涨价的一个相关的类股或公司哦。那刚刚有讲到是说，像是一些原物料的类股来看的话，其实它就可以价格做直接的反应了，或者说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说，最近台湾很多新闻，或者说哪些公司可以涨价，其实相对来看的话，它的毛利就比较不会受到损失。就是我们在投资上来看，虽然通膨可能对大家的荷包有伤害，但是大家可以想说，那我可以去买有涨价的公司来帮助自己的荷包加薪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页的资料呢。好啊，这边我们可以刚讲到说，整个主要国家的一个 CPI 的状况就是物价的一个状况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像以第一个台湾来看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，其实台湾过去几年其实物价都是非常平稳状况，就是在0上下。那在这几个月来看的话，从21年到2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。那其实大家关注很多是，譬如说像是美国跟欧元区这2个地方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大家也不要太担心，或者说觉得是不是还没走到尽头哦？但可以看到说，整个美国的一个物价的高峰可能是在于去年下半年哦。那现在来看的话，已经慢慢的下来一些了。那在欧元区也是一样，在去年的第4季的时候也是一个高峰，那现在也是慢慢的下来了。所以会变说，其实在各国的政府对于这个问题都有做相当的一个努力，再去把通膨放下来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字可以来看到说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在一个高通膨的一个状况，但是情况已经慢慢有往好的方面，应该是说最坏的情形或最高的情形已经过了。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刚刚那个陈协理所讲到的通膨的部分，然后在这边跟投资人可以去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原物料相关的反映出去成本上涨的部分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说像解封之后旅游啊、娱乐消费啊，还有一些替代能源的部分。那我们如果在选股的部分尽量从这些方面去选的话，那就比较不会怕通膨给的压力了。对对，我们非常谢谢陈协理哈，已经连续3个礼拜给我们介绍了简单的那个经济指标。那
那既然我们这集已经讲到了通膨，聪明的你应该可以想到，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已经跟通膨有关的，就是升息的议题了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不要忘了收看。那到了节目最后，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喽，拜拜。